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即将走大运之前，一定要先过情关，只要过了情关这道坎，她今后的人生一定会顺风顺水。因为福报越大的人往往越容易经历情劫。人的一生有无数的关要过，有关于金钱的、亲情的、爱情的、友情的，但是真正能够走到情劫这一关的还比较少的。如果你现在经历情劫，说明你是一个比较有福气的人。什么叫情劫呢？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出现一个人，然后你无条件的相信、喜欢，即使他的行为突破了你的底线，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这个人，你没有办法去忘记，然后你可能就会反复的内耗。世界既然取阴阳之道，那这些事情呢，就不见得只是坏事。你反过头来看，也可能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。雄鹰在让幼崽飞翔之前，会将它甩下悬崖，你要么粉身碎骨，你要么翱翔天际。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度过这关，因为你会发现你对亲人朋友甚至自己都不会那么的宠爱，但是你对一个陌生人，你会无限的宽容，无限的包容，甚至达到溺爱的程度。当有一天你发现无果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爱任何人不如先爱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被爱包裹的人。所以你不再会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，你更多的是内疚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是爱的人，同时心境也会上一个台阶。你会懂得友情不能饮水饱，在相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也不再会被爱情的美好幻想所困住，也不沉迷于对方的花言巧语、海誓山盟。最后你也懂得了接纳，懂得了包容。哪有什么偏爱，只不过都是情欲上了头而已。过了情关的女人就是一匹黑马，她承受住了老天在她身上设下的情劫，拥有辨别真相的慧眼，不再瞻前顾后，不会再小心翼翼，因为她会清醒地知道，凡是自己想控制的，也都控制了自己。女人过了情关，就会有了开悟之后的高维度存在。别人认为错过是遗憾，只有她自己知道是躲过了一劫。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她将展现出无比的自信，去面对现实，接纳自己，用自己的能量创造属于她的精彩人生。情关已过，万事可破。对于女性来说，情关是第一大关，很多女人年过半百都还没有跨过情关。为爱生，为爱死，为爱痛不欲生，情关也是最难过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善恶两面，再善的人内心也有恶的一面，再恶的人内心也有善的一面。所以这个世界不存在单纯的善人，也不存在单纯的恶人，只是看他的哪一面被激发出来而已。而在情感关系中，我们人性中恶的部分，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都会被激发出来。所以
让我们痛不欲生的其实不是那个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是我们自己的执念。其实修行是我们一生的课题，而感情就是我们修行最好的道场。在情感关系中，看似修的是感情课题，其实我们修的是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而那些人事物都是来辅助我们修行的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。那么很多人为什么永远跨不过情关？因为他没有在修，所以一直为情所困，为自己的七情六欲所困，为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所困。每次遇到情关，都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位置的人，其本质就是想通过逃避推卸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人生课题。但这真的规避得了吗？事实上，只要你逃避自己的这个人生课题，那么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情关中。所以面对情关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接受自己就是被自己的一团欲望所控制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便是觉醒的开始，你就会开始向内求，关照自己的内心，不会从他人身上索取了，而是允许他人不喜欢你，接纳自己的一切。女孩子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情关，情关过不去，别谈海阔天空，搞事儿搞钱什么的。情关不单指爱情，还包括情绪、情感等。比如说，他为什么不爱你了？为什么喜欢你？喜欢你什么？别人为什么把你删了？别人为什么背后说你坏话？别人哪句话或者哪个行为就让你兵荒马乱了？当你过情关，就这一项就能刷掉95甚至更多的女生。你可以敏锐，但不要敏感。太敏感人容易走不出任何一段感情，所以女孩子不要太敏感。人生没有什么功课是可以躲得过去的，都让你去经历的，直到你把这个功课过了。很多人分手都喜欢纠缠，其实纠缠是暂时无法化解的，是因你们的能量频率在拉扯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安住体验，看见自己，提升自己的能量。当你爬到半山腰，对方也就无法再纠缠到你了，因为你们的能量不同频了。不造更多的因，化解当下的果，如是。所以情关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坎。一个人想要获得大运的加持，必定在这之前会遭遇一次情关，磨难的纠缠及解脱。一般30岁到35岁，很多女人在这个阶段都会经历情结，有些是求不得，有些是爱别离，有些是怨憎会等。当情关到来的时候，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纠缠中消耗自己，一段接一段上演相同的模式剧本。而那些过了情关的女人，她们会彻底长大觉醒，仿佛开了挂一样，后半生就很顺利。所以女人第一关是情关，那么如何才能过情关呢？
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一个参悟情观的方法，随缘取之。因为你身在这个人间，你就逃不开七情六欲，不管是说从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爱人等方方面面，这情关很多人都破不了，而我接下来说的你照做了，你不仅破了情关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庸俗的爱情这一关，直接让你升级了。首先破情关不是让你忘记它，或者是说放下它，这些都不是，因为你仍然在循环之中。如果你没有做到我说的那一点，你仍然会碰到一样的问题，因为人总是相似的，他所去寻求的爱情也总是相似的。所以是，如果说你没有做到我说的这一点，你仍然会循环，依然不会圆满。很多人都在求的圆满，很多人都想找到跟自己契合的另外一半，因为现在太多的人都很自私，喜欢的哪里是对方，明明喜欢的是自己，只是他希望对方去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，而且还很虚伪。明明是希望对方有钱，但别人问他你找对象有什么要求时，就是不明说，还说只要对我好，有上进心，顾家就行了。其实真实的想法就是有钱又对我好，又专一，就是不敢说出来。你说这虚伪吗？还有就是明明把漂亮摆在第一位，就是不说，说什么只要人品好、懂事、看得过去就行。还有就是很多女性各种要求，当你不这么做，你就不爱我。你把别人真的能量都要榨干了，别人怎么还会有能量来满足你？破情关，破一切情关的根本就2个字：大爱。你先别急着否认，爱情全是小情小爱。那什么是大爱？大爱之心的之心和另外一个词语是相关联的，就是慈悲之心。我们唯有升级到大爱与慈悲之心，任何的情关再也不能伤你分毫，那就是无限的慈悲，万事万物都能对他们生出一种慈悲与大爱之心。很多人对于我们的伴侣要求特别多，你做什么事情，我就希望求得一些什么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所有外求之人都过得很痛苦，因为求而不得是常态，没有升级到大爱之心。很多人其实还不懂什么是大爱。我举个例子，你看看你是怎么对你的宠物的，你怎么对你的孩子的，这就叫大爱，这就叫慈悲。但是这是不够的，你会发现你对你的孩子，你对你的宠物是那种无条件的爱，你对他的爱的付出是根本不求回报的。付出爱，付出一切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满足，因为你只想他好。当你本自具足的时候，你根本无需外求，因为你所有一切你自己都能满足自己。你看万事万物如同看自己的细胞一样，你对他们的爱没有分别，只有慈悲之心。就像你不会只爱你的左腿而不爱你的右腿一样，当你外求越多，这个世界离你越远，你求什么什么就控制了你。比如你求爱情，
爱情就控制了你。你求权力，你就被权力控制了，让本来的你越来越远。这些都会成为你的障碍，控制着你。现在我们发现，越长大越不开心，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不好。那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你外求太多，你外求的所有的东西最终都是一场空。我且不说何为空，你们死后是不是一切都是空？那这一刻的鲜花和下一刻的鲜花，它都在不停的变化，因为这个宇宙在不停的转圈圈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化。这个世界间的所有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无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所以你去求它干什么？大道是非常的公平的，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所以你求的越多，你的伴侣就不平衡，而你求不得，你会不平衡。所以大爱之心能破一切清关，大爱之心要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不断的修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很多人在夫妻这一关实际上真的是过得很苦。现在我看看我们这一代人，大多都是独生子女。独生子女怎么样？都是被家里面宠出来的，你们就是在一种大爱的环境下长出来的，所以所有的人都习惯了，从小到大都习惯了外求而不懂付出。甚至你们对你们的父母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是不是很多的父母之间关系不好，全是因为你外求太多，你就认为父母就该无条件的爱你，就该无条件的满足你的任何需求，没有满足就是不爱你。太多人这样，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，而这种付出完全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。我只想对方好。我们小时候是很纯净的，我们有什么好东西，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父母会带给他们，有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都会带给父母。这个好像老师没有教过我们，我们天生就会的。我们会无条件的去爱我们的父母，对他们好。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希望父母无条件的付出，我们希望伴侣无条件的对我们付出。这一种外求太多的环境下，你的情怎么会好？因为这一切的天道全是平衡的。你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你家里来客人了，你会怎么对你的客人？你会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会让客人感受到你的热情，你不会让客人做很多事情。如果能像对客人一样对待你的另一半，对待你的家人，你想这段关系不好都难。但是也有人说，很多家庭主妇真的就过得不开心，为家里付出了很多，可是不被珍惜之类的话。可这还是外求，就是当你付出了，但是你依然希望有回报，这不还是在外求吗？那你的付出很不开心，你是处于一种不开心的状态付出，那这种你还是小气，你还是小爱，你依然需要升级到大爱。你升级到大爱之后，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如果能够感受到你付出且不求回报，不求回报这4个字非常重要，因为你本自具足，
你什么都可以自己给，为什么你要别人付出你才有？那当你本自具足，你有对他有大爱之心，他的每一次的任何一件小事对你而言都是的，因为你没有求了，没有欲望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是今天帮你做了一份饭，哪怕就是他帮你洗了一件衣服，以前可能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会视而不见，你都觉得他没有满足你更多的要求，但是当他这样做，你会觉得很感激，你会觉得又是一个惊喜。所以女人如何才能过情关呢？其实就4个字：放下我执。以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给所有女性有所启发。01，放下对婚姻的执念。你理想中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而是与你的成长经历、原生家庭、家族系统以及集体潜意识有关。很多观念无关乎对错好坏，凡是让你痛的都需要打破它们，建立新的认知。02，放弃改造伴侣。你的爱人是冷漠的还是暴躁的呢？是负债累累还是吝啬抠门呢？是背叛不忠还是甩手掌柜呢？无论是哪一种，你都无法改变他，那难道就要接纳吗？不，让他做自己就好。你也需要在关系里变得独立，找回自己。03，与痛苦待在一起。真正感受过情结的人都知道其中的痛苦滋味，撕心裂肺，暗无天日。如果你愿意花时间陪伴自己，愿意与痛苦待在一起，不试图排斥它、驱赶它，看看它能把你怎么样，你就会真正开始变得有力量，也会收到情节背后的正面意义，它就像礼物一样等待你去拆封。04，为自己而活。后半生为自己而活，不再把需求挂靠在外界的一个人身上，学会自给自足。人生无常，没有人能够背着你搀着你走一辈子。当你学会为自己负责，在遇到风雨时，你便能够风轻云淡，坦然面对任何结果。亲爱的女孩，当你过了情关，就会看淡生命中很多的事情，你会随时活在自我的正中心，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，把自己调频到喜悦、安定与感恩的状态，你也会吸引到更多的美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因为你懂得了顺势而为，所以你会越来越顺遂。当你爱而不得，苦苦纠缠，寝食难安，以泪洗面，抓取控制，患得患失，失魂落魄，心有不甘。其实这些是深陷情执幻境的痛苦，轻则耽误青春，重则毁掉人生。但有几人明白，所谓爱情的情，不过是小我的欲望和需求带来的不舍与追逐，而真正的爱是大爱。我爱你，如你所示的样子，不要求你必须爱我，我爱你就去付出，不求回报，也没有各种打着爱情名义的条件。
当你苦苦过不去的爱情观，执着于那个人，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欲望和需求，从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缺乏的能力、条件、人格罢了，想据为己有。世间大部分的婚恋关系停留在欲望和利益、价值交换层面，算不上真正的爱，是情和欲的结合体。情执重的人，头脑里充满幻想，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就什么都好了，没有活不下去的不甘心。有些已付出了很多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、能量在对方身上，执着于对方的回报，黯然伤神，停留在低能量的意识里，无法获得身心自在和幸福。因为情执重，在关系里怕失去，依赖控制的行为就不自觉地多起来。原本焕发生命光彩的人，经常哭哭啼啼，伤肝伤肺。有的在爱情中迷失自己的本性，让关系变得紧张；有的因为过于窒息而结束。当你越是怕失去，全部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，最终都会失去，或作茧自缚，建造了二人感情监狱，没有美好的体验。女人一定要过了情关，才会有真正的自由。但是过情关不是说自欺欺人的忘情断情、绝情。作为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真正的过情关，是感情不再是你的羁绊，它不消耗你，只滋养你，给你愉悦和成长。过了情关的女人，她开始修心，明白了爱情的本质是什么，再没人能伤害到她，终于能老老实实赚钱生活，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慢慢的什么都有了，她以为她会寂寞，最后才发现，原来沉迷爱情的人才最寂寞。上天给女人的第一关考验就是情关，一个情关破不了的女人，一个恋爱脑的女人，你这一生无论住豪宅、开豪车，都不会真正的开心，也抵挡不了你每天是个行尸走肉。因此，女人一定要破除恋爱脑，就是让自己人格独立、精神独立，这一生只爱自己，找伴侣也只是为了取悦自己，让你更加神采奕奕。当你在恋爱中发现对方消耗你，你最好及时抽离出来，恢复自己的状态，不然对方真的会消耗你的能量。特别是命里身弱的女孩子，当你破了情关，善护念，轻装上阵，每天聚焦在自我完善的这条路上，你就真正的觉醒了。当你自己圆满的时候，你才会遇到一个圆满的爱人。一个人自我提升、自我觉察修正，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弥补自己能力的短板和索取别人的金钱。不因为各种需求而爱人的时候，大概率他遇到的爱人是质量很高的。两个人的关系是相互扶持、共同成长、彼此独立有空间的爱侣伙伴，灵魂家人的感觉，轻松自在，不怕失去。检验一个女人是否圆满的标准是，你一个人能过得很好，
进入关系里过得也会不差。修复好阴阳能量的平衡，既有女性的感性、包容、慈悲，又有男性的理性、创造、执行力，不再外求。跟你爱的人在一起都是轻松快乐又具有吸引力的。低能量的人用控制来套牢一段关系，高能量的人靠吸引再顺遂一段关系，哪个累一目了然。所以一定要做高能量有智慧的女人。女孩子，请放下情执，穿越情执，只是去爱，渐渐就会收获了世间所有的爱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放下情执。愿大家情关已过，从此后风生水起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